诶，现对，现在现在西班牙嗯，几点了？现在9点，但是我睡得晚，这边哦，晚上一般10点吃饭啊，9点吃完饭，9点吃完了算早了。想消化一下，哦，我也是刚吃饱，刚刚跟那嗯个泰国的一个学生去吃那啊，个，你们说自助对对餐嘛，台湾对，说吃到饱。吃到饱，嗯哇，我发现那个学生是泰国的僧侣，嗯。很会吃。以前以前以前你跟僧侣吃过饭吗？僧诶，人，没有诶，这个真的是嗯，第一次。然后，哦，因为这个学生听我的课也嗯4年了，很久了。嗯，对，对，我看所以见你发照片，就是他穿着他穿那个泰国的那个僧对袍，对吧？过来，对袈裟，他穿那个袈裟。对，那个那袈裟颜色跟那个大陆不太一样，是大陆是很橘灰黄色，色的吗？对不对？嗯，大陆的对对对，袈裟是灰色的，他们的袈裟是亮黄色，嗯对，而且很亮。我远嗯，远看到那个袈裟发着黄光，对对，啊，圣就感光的觉太感觉，阳下面更很那个显眼，特别灿烂，对显眼。吧？啊，入然后慈来了，欢迎入慈。有人在尖叫了啊！欢迎入此。哎，哦，对，Roots，我想说对，好眼熟啊！我想说怎么会是学生啊？就是 Roots 老师啦啊、哦！好，嗯，老师来了，好，欢迎 Roots 老师哦。嗯Mary 来了，欢，Mary 迎。Mary 来了，对好，，Cam 欢迎那这个啊，对直播了哦。那这个入此肯定我们是打开小铃铛了吧？怎么我们对一开播就过来？哇，这个我们嗯的 Roots 老师大驾光临啊。那我们今天嗯呢，跟变叔要讨论一个嗯重要的话题。各位同嗯学来到了中国或来到台湾嗯啊，一定会遇到一个状况，你遇到嗯，了母语者，你要怎么开始跟他对话是最合对，适的，对不对？嗯。那这个比如，比可能如，比如现在茶叔，你看见入词了，你跟他就是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这个时候你会怎对么跟他打招呼？我可能会，如果是真嗯的这个当面碰到的话，我可嗯，能会给 Ruth 一个拥抱，哦啊，真的吗？好久不见了，我比较热情一点。嗯，不过这个不是传统这个不是传一统般中国的吧？人的做法哦。那如果我嗯看到 Lutz，因为我嗯认识 Lutz 老师，我知道他嗯也是个热情的人，所以我会嗯给他一个拥抱，就是嗯抱着拍拍他的嗯背。嗯哎呀，好久不见了，你怎么嗯来台湾了？你是嗯，来这个呃去哪里玩啊什么的啊？但这个代表个人啊，一般来对，说，肢体接触还不适宜是啊，不适宜。对不适宜的。这个如果有一些比较热情的中国人，或者受过西方教嗯育的中国人，他可能会比较嗯热情，或者真的他跟这个人是嗯很好的关系，很好的朋嗯友，才会有这个动作啊。那贝叔，你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先不谈主题，在嗯肢体接触上，第一次见面啊，当你要开始对话前，请问我嗯。们一般来讲，中国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有怎么样的接触啊？啊，就是来啦，好久不见啊，好冷淡的感最觉，近忙什么呢？就是如果不是很熟的朋不是友啊，很熟的朋友，对不嗯，对？OK，对，好，那所以我们一嗯般各位同学，因为很多同学你们来自欧美国家，很热情，一嗯般来说初次见面我们不可能给对方拥嗯，抱，不可能。对，第二个可能尽量没有什么肢体接触，对不嗯。对？但是如果你是学习中文的学生，然后你跟你的老师见面，你的老师已经比较了解你的国家的文化，这个时候抱一下，我觉得没问对，题。就是应该这样说。对方，我们知道对方是欧美国家的人，他想嗯要拥抱你，我们是可以接受。嗯但是以我们为主的话，我们是不嗯太会去拥抱。拥抱不是中国的一个礼节之一啊，嗯，对，我们大概最多就是握手吧，嗯握手啊，握啊。手。我们其实传统上来说，如果对方是女生的话，也会是女生主动伸出手来才会握，我觉得第男生一次见面吧，我觉得如果对再见面，我也不会握手，也不会握我就，手，对不对？第一次见面会握手，第二次见面就不会握手了。第一次也很少。如果我觉得不跟他做生意生意，上可以，生意上我觉得未商业来他不给我任何好处的话，不，就是可对，我可能能握手是用在商业上面，商业，生意对对对，跟客户见面的时候
啊。嗯，好，露丝老师也会拥抱，对我们都是热情的这种人啊。对，好，有人问Ben叔吃午餐了吗？我没吃午餐，我啊，Ben 叔现在早才刚起饭都没吃刚啊，但起床啊，因为现在西班牙是9点，那我已经对，吃过午餐了。我刚刚跟学生在餐厅吃过午餐了啊。他在给例子，对，但我们不会那么具体，就吃了吗？吃了对，吗？吃了吗？我们不会说嗯特别讲午餐了哦。嗯，好，那么这个好，诶，怎么那么，诶，今天有70几位在对啊，线上。好多同学都来发言啊，那Ben叔，我嗯想我们已经告诉嗯各位同学了，如果你跟一个中国人开始对话前，嗯请尽量没有什么肢体的接触，对不对？嗯嗯嗯哼，那所以呢，比如说Ben叔，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嗯好了，嗯，所以我我们第一们不会次是吗？我不认识你啊，对，就是比如嗯说我是你的学生好了，我们约嗯见面了啊，啊那没有肢没有肢体接触，不会有，对。然后也不但因为会问你是我未来可能的学生，我肯定会热情一点。我说：“哎，你来了。”啊，对啊，对对对，这个嗯，会，哎，你好，你对，好，哎，你是那个嗯，茶妹啊，茶妹你对。好，可能会这但如样子。果你是这个外国人的话，哦，那就看外国人的礼数啦，嗯因为比如说嗯我常常跟小土豆我的学嗯生见面，那个嗯学生看到我就是爆，对，不管男生女生来了就是嗯爆。嗯哦，那刚刚我跟一个泰国的学生见面，我们就没有嗯爆，因为嗯，对方是男的。对，我们这个泰国的礼数好像也不会拥抱，所以嗯我就会说，哎，盛行同学嗯，你好，会这样远远的招个手。对，我说你来啦，就会大概是嗯。这样讲，对不对？对，啊，但一般如果我跟一个其他的中国人见面的话，我也不想太用手势啊或者拥抱我怕他吓到别人，我就会比较平静的说：“哎，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啊，好。”对，你可能会好，你好，点点头这样，哎，你好，你对，好。好。那这个有同学问我们在讨论什么主题？我们在讨论怎么用中文开始一个对话啊。嗯好，所以各位同学来，你们现在了解中国人的打招呼方式了。首嗯先，如果遇到学生或者是没有见过面的人，可能会嗯，挥个手，哎，你好，好，远哎，远的你好。那好如果久不见，是中国人彼此之间见面，甚至不会，我觉得我也很少看到中国人之间我是说就是来了来了，哎，来了，哎，来啦啊，这嗯个或者对，来了，你来啦，嗯，之类对，的，或者是确定一下，嗯哎，你是 Ben 老师吗？啊，会嗯确定一下啊，你嗯，是 Ben 老师吗？啊，所对，以这个各位同学，中国人在打招呼方面嗯不是这么热情，所以不要太对，热情，你可能会吓到对方，特别对方是女性，你是男性的话，嗯。你太热情会吓到对方。好而那且有时候如果是女你可能就是客气一下，因为你见到这个人，你并不是想跟他聊一段时间，但是你必须要打招呼，然后就是就是一表示一下，个客套而已，对不对？对，可能我说来了，都挺好的，然对，后茶好，叔说挺好的，对，那变叔，我们来就完了。几个开始对话的场景好了。好的，比如说，我们只是在街上巧遇的嗯，人，对，那可能十几年前我们曾经是小学同学啊，然后我们在路上巧遇，那哎，我势必跟你不熟悉了，现在不熟悉了，我也不对，想跟你有很长久的对话，我们只是单纯的打招呼，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那变叔，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我了，然后我不认得你啊，因为小学同学几十年没见了，对不对？哎，你是那个茶妹吗？哎，你很面熟哎，你这是谁？就是那个我们以前在同一个小学读过在大叔书，小学吗？大叔那个小学的啊，你王是大叔奔放，小学你还认识吗？6年10班那个 Ben，对不对？对，好巧啊！你也来哎，这儿，好哎，你也来这儿买东西吗？对对对，我今天陪嗯陪男朋嗯，友来买东西，因为我是啊，茶妹嘛，好陪男朋友久好久没见了，你都挺对啊，好的，最你最近都近好吗？最怎么样？近好吗？我都挺好的，你也挺好的吧？你结婚了没？结婚了没？我还还没没啊，呢。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现在就做教育教育做行业，教育的啊，不会是教中文吧？哎，你猜得很准啊，你怎么真的啊，知道？因为现在很对对对多人在教中文，我想你也在教中文，哎，那不错耶。那对，薪水好不好？
薪水高吗？教中文现在还行吧，凑合吧，就是过得去。你呢？你最近在哪儿高就？我现在就给男朋友养啊，我现在在家就吃饱睡，睡饱吃啊。男朋友有钱嘛，我就在家里。那你这样挺好的，享福啊，就不用出去。每天呢去卖场买东西啊，都刷男朋不友的。像我们在社会上这种要处理人情世故，你们这种需要打拼的人就比较辛苦啦那我们这种有男朋友有钱是还好啦，日子还过得去啦。我觉得挺好的。不跟你聊了，我的男朋友在那边卖场等我呢。好，那你快去吧，快去吧。好，那拜拜啦。好，简短的对话。那各位同学，你会发现中国人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爱问私人问题。就是好久没见了，可能会问一下，想知道对方怎么样。但是呢，可能你们外国同学之间不会去问人家结婚了没，不会去问人家现在做什么工作，不会去问人家薪水什么。但是中国人会，中国人就算是初次见面，我觉得我会问这些问题。但是我要替中国人解释一下，就是可能他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跟你去交流。因为他对你的国家的文化可能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或者可能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对这个中国人也不了解，但是他想要通过问问题的方式来跟你继续这个对话。他并不是刻意想要不礼貌，而是这个在中国人的对话里好像已经常常被问到，然后也已经有一种习惯的感觉了。所以我回答的时候我也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我就是说这个钱还凑合，可以过得去，让我的生活没问题。我没有告诉你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各位外国同学不要觉得他在冒犯你，其实也没有，只不过这个是有时候中国人之间，就算这种私人问题，有时候也会问一下。那这个没有恶意，只是说可能会问。所以你回答的时候也不用认真，你也不用认真。他就像问今天天气好不好那种感觉，在问你而已。对，你不用老老实实的说我赚3000，或者是说我结过婚2年，然后我又离婚了，我离婚后又想要结，不用，你就说没有啦，这个最近还好啦就好了你也不用刻意的回答的这么仔细。但是中国人的确有这个习惯，会去问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那你这个工作薪水好不好啊什么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更怕尴尬，如果不说话的话，反而会觉得不如问一些隐私的问题。对，所以也久而久之，自然而然也不会说好像他在冒犯你，好像其实也没有。好，这是第一个特点，可能中国人会在一个对话中问私人一点的问题。那你各位同学不要觉得被 offend， 不会啦这个是自然的。对。第二个就是中国人说话喜欢凡尔赛，辩叔有没有这个感觉？发现了，就是如果一般的话，如果你凡尔赛，我也凡尔赛，就是你炫耀的话，我也会炫耀。我开始，因为一般开始可能要谦虚一下，就有的人可能走2个路子，你不知道对方是走比较过于谦虚modest 的那条路，还是说走比较凡尔赛，通过假装谦虚，然后再告诉你他很厉害。对，辩叔，我觉得你声音好像有点小声，是有这个问题。好，你稍微近一点。好，那我们辩叔先解释一下凡尔赛好了，因为在台湾比较少用了凡尔赛是什么意思？凡尔赛就是你想要让对方觉得你很厉害，你比他更优秀，但是你又不能很直接的告诉他你很优秀，你通过假装在描述一些你的缺点，但不是真的缺点，这些缺点实际上反映出你的实力很强你很厉害。像我刚刚就说，哎呀，没有啦，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啦，就是靠我男朋友养啦。其实这句话的就是很凡尔赛，就是你好像没有赚什么钱，但是你的男朋友很厉害，他赚很多钱，可以养你所以通过一些好像自己不好的地方，其实你在说明你比对话的人还好，还优秀，情况更好凡尔赛。那我开始还比较谦虚嘛，我说我要那个处理人情世故，每天都很忙这个没有凡尔赛，但这时候被我激了，对不对？对，你怎么激我的茶叔？刚才你说，对，我刚刚就说这个像你们这种人就朝9晚5了每天都要辛苦工作。那我呢，我没什么正常的工作，我只能够靠我男朋友养男朋友要给我信用卡，
让我去卖场买东西，哎呀，这种生活就我会用这种方式。对，那这个时候我被激了，我可能我就会想要也要凡尔赛一下，对吧？对，我就说你说的太对了，那我现在天天就是因为赚这么多钱，然后忽视了健康啊，真的买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啊？你看我买了3套房子，买了5辆跑车，但是身体这么糟糕，对吧？对，就是说这个中国人讲话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因为中国人喜欢讲好的部分对，比较喜欢讲自己比较优越的部分，会把自己不好的部分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好 ，OK， 我们跟同学打个招呼啊，这个周光明同学，光明你好，印尼，是印尼的朋友，欢迎啊。然后印尼的朋友，对这个是我的学生月莹，月莹说，在越南的时候，如果见到了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只有打招呼，那就跟中国人很像，对不对？对对对不管你是中国人或非洲人，第一次见面是不会热情打招呼的所以这位应该是非洲的朋友，非洲人跟中国人很像，不会很热情。来自非洲哪里？这位同学？对，这位同学，你来自非洲哪个国家呢？好，哇，这好多人哦，80几个人。还有小新，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我们会记得。这个 Duke 说：“笨老师你好，是谁？欢迎你。”好，有很多人的名字，因为我们不会念了啊。对也是我的学生啊。对James 好像常常来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啊。对。好，还有林浅这些都是欢迎常常见到。对，如果你们告诉我们你们的中文名字，会对我们帮助很大让我们知道怎么叫。那贝叔，我们告诉一下我们脸书跟油管的朋友，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大叔会对，我们的直播是北京时间每周一的几点？3点。3点，好的，下午3点然后没有关注大叔 Mandarin 的大家可以 subscribe our YouTube channel。你们这个如果想要你们中文水平比较高的话，大叔中文会通过一些比较自然的对话方式，让你多多练习听力跟自然的口语，所以请你关注我们，每个星期一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台湾时间，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各位同学聊天，你们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们来好，那这位同学叫肯尼特是来自贝宁贝宁的朋友原来如此好，这位同学来自越南，欢迎。那Ben叔，我们继续聊话题之前呢，我们好像都忽略了一点，我们好像少了一书，对不对？有3个书嘛，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解释一下为什么另外一都习惯了少了一书。对，另外一书去哪了？Ben叔？另外一书最近有这个身体的小问题，要做一个小手术，他正在恢复期间对，但我们周四的这个节目一定会看到他的，一定会出现好，那就是李灿老师了李灿老师现在在医院做个小手术对，我们可以说他身体微恙，对不对就是身体略微小毛病，小毛病而已，没有很严重叫微恙，身体微恙好 ，OK。那邓红同学来自越南，欢迎你欢迎你，欢迎邓红。好，月莹说Ben老师跟李老师是我的粉丝，给我们点赞。Ben老师跟李老师是我的粉丝。理查老师应该是月莹，应该是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的粉丝，我是你们的粉丝，我们2个是你的粉丝。月莹，你的意思是我们2个喜欢你，所以是你的粉丝。对，好，这位同学叫约瑟夫欢迎你。好，约瑟夫。那索尔同学，老同学了好的，那星期4是晚上吧北京时间晚上7点还是8点？对星期4不是直播的，是录播，但是我们可能会在聊天那个地方对，好，我是一位翻译，我已经在上班了。好的，很多同学都是翻译员好，Ben叔，我们刚刚是谈论一个巧遇的状况，如何开始对话。那如果我们是比如说完全不认识，这个情况比较重要。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场景好了，比如说我们2个在舞会上
第一次碰面，那可能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好，那所以假设我们在舞会上第一次碰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开始对话，怎么用中文开始对话。那基本上如果我是女性，你是男性，我是茶妹，你是辩叔，那一般来说到底是男生先还是女生先开始对话呢？但这个无所谓吧，我觉得一般如果是朋友介绍的，我觉得反而就没有那么正式，没有那么那如果是比较正式，可能对，这个男士会更主动一点吧。对，一般来说在舞会上如果第一次碰面的话谁先说话都没有关系，看谁比较敢说话或会说话。那如果正常来说，如果男生看到女生比较害羞的、比较内向的，通常男生就要开始这个对话，免得尴尬。这个中国人最怕尴尬，因为女生还是可能觉得要矜持一点，就觉得要对，等男生主动一些吧。对。另外就是有的女生可能会比较害羞，比较不好意思，比较不好意思主动，会比较矜持通常女生才会矜持，就是比较内敛，比较害羞好，那假设茶妹是个矜持的女性，好，那辩叔我们两个初次在一个 party 舞会见面了，我们请问要怎么开始对话？假设我在这边玩手指，不好意思说话。我说，你也是灿叔的朋友吧？对，我是李灿老师的朋友，我是他的，我也是，对，我是他的学生呢，然后所以你也是接受他的邀请来这个舞会的，对，因为我听这个李灿老师的大叔中文已经听了10几年了你们怎么认识的？可是这个我曾经跟他上过1对1的课程，所以我们很熟悉了，所以今天你是外国人对吗？对，我来自贝宁，所以这个非洲国家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其实没有听过，你能给我介绍一下贝宁吗？那其实我也其实我也离开家乡很多年了，我也不太了解，已经有点忘记了。我在中国生活很久了。这位同学说，你冒充我们国家的人，冒充我们国家的人，结果你对我们国家一点都不认识。对了，那辩叔，我想问你跟这个灿老师是怎么认识的？我是跟他在网上认识的我们都从事这个教育工作，所以都是教中文的，对不对？然后蛮聊得来的，我们很多理念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合作做了一个播客那这个播客是关于什么的？就是关于就是帮助一些中级或者高级水平的这个中文水平的同学，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比较自然的对话的输入，这样能够帮助他们把现在的听力水平还有这个学习水平都提到更高的。那应该蛮适合我的，我觉得你应该要写给我看一下你们频道的名字到时候你可不可以发信息到我手机上？可以。那这样好了，我加你的微信好了，好不好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比较方便聊天然后就哔哔哔刷一下。那你在中国习惯吗？在中国都习惯吗？中国不错，中国吃的方便，然后交通都习惯，对吗？对，我住在西安嘛这个李灿老师就住我家楼下而已，很近的。有什么你喜欢中国菜吗？中国菜我喜欢，我特别喜欢吃臭豆腐，臭豆腐太好吃了。然后那个面或者是这个饭食都特别好吃。你喜欢中国人吗？还可以中国人有些中国人真的是还不错，很热情。我问一些那个就是同学们会被问到的问题对，这个很常问，特别是你是外国朋友的话，容易被问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外国朋友就不晓得怎么回答。那我觉得建议各位同学回答的时候呢，尽量是往好的方面，当然不好也没关系。比如我现在往不好的方面，我觉得中国人都有点小气耶，就不是很大方。每一次我们去餐厅吃东西我都要自己付钱，我觉得中国人有点小气回到你们国家去，开玩笑，对，通常会自我检讨一下，说你可能遇到的都是比较小气的啦，其实也会有很大方的中国人
像我相信李灿老师就很大方，等等这样子。对，好，那还会被问到的，还有问到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说我来自哪里，对吧？对，来自贝宁，对吗？我来自贝宁，那我可能就会说怎么样？中国比贝宁好吧？对，通常会跟中国人喜欢拿自己的国家跟你的国家做一个比较，你的国家好不好？我不喜欢这样的问题，但是大家会被问到，就是你们很有可能很高的几率或者会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国家，因为中国人会特别对外国很好奇。比如说变叔就问我，那贝宁是怎么样的国家？它在哪里？可能我没有听过这个国家。那如果我对贝宁我是贝宁人的话，我就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特别你要看年轻人的话会问，如果是那种你去超市碰到这种收银的，或者是你在公园里碰到这个阿姨、叔叔、阿姨、老人家呀，就不太会问，就你一说我来自一个不是这种，就是感觉我一个人要说我来自西班牙，中国人也就知道西班牙斗牛士，也不知道别的了。通常如果是大叔大妈会问的就是比较是你在中国的经历，比如说你在中国住几年了，对，习不习惯呢？喜不喜欢中国的饮食？对就像变叔刚刚问的，你觉得中国人怎么样那还就是大部分会问的，比如说大叔大妈们，一般的中国人会问的都是你在中国的中国生活的方面，对适不适应，习不习惯，你在中国做什么工作呀？你到这儿来干嘛呀？对，住几年了？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要开始一个对话，你是个外国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些问题应该也是你常常被问到的。所以这个也是开始对话一个很好的主题所以这个变叔我们刚刚整理一下，就是如果一个外国学生在中国要怎么开始一个对话，一般来说在一个场合里就是用你们两位共同的话题比如说我认识李灿，你也认识李灿，我们就从李灿这个人开始围绕这个人开始讨论，就不会无聊了因为我们最怕尴尬没有话聊，所以我们通常会从共通的话题开始聊那一般的汉语老师会教各位同学你就聊天气你就聊什么什么，我倒觉得说不一定我觉得非常非常尴尬，就是一点共同的那个话题都没有，那我可能就会说最近好像天不太好啊，一直下雨，就是因为我真的完全找不到别的话题了。这个是真的是很尴尬的话题，因为天气好坏不是一个很深入的话题，没法继续啊这个话题。对，如果你没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我倒觉得可以从爱好、兴趣开始比如说你常常参加舞会吗？你喜欢参加舞会吗？之类的话题那比如说这个舞会是一个跟学习中文有关的一个舞会你常常学习中文吗？你为什么喜欢中文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你要开始个 conversation 的时候一个对话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话题或者是共同认识的人然后再从这个人可以延伸出很多，像我们刚刚就延伸出很多部分，像变叔就问我习不习惯中国的生活住几年啦等等，喜欢中国人吗？不喜欢中国人什么等等好，那这位同学呢已经开始跟我们的对话了他说我是贝宁人，贝宁位于西非，是个小国家，你认识多哥吗？多哥离贝宁很近，那我可能就会问很棒我觉得这种方式很棒就是而且中国人会感兴趣对，中国人会感兴趣好，那如果我不晓得多哥我说那多哥是什么那你的对话就会一直延伸下去你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话题可以聊对，所以这个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从共同的话题或你来自什么国家我们就慢慢去延伸话题对再来就是爱好兴趣，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爱聊食物，你如果从食物上多聊一聊可能会更容易好，这位同学说实话中国人和台湾人都很小气当然你如果跟中国人或台湾人聊天你也可以讲说你们都很小气，但是我是觉得说一开始可以讲好一点的地方我们先褒后贬嘛先讲好的再讲不好的会比较
感觉你不是都提不好的部分，所以你可以说中国人啊，这个你们华人都很友善，但是有一点小气，这个是一个说话的技巧，就是不要只有贬，对吧？对，我们不要只有贬，我们还要有褒的地方你们华人啊，你们中国人啊，是很友善，但是有一点小气，所以你可以加上有一点，不要说很小气所以这个是一个对话的技巧，因为变叔我觉得对话就是让对方不要不舒服或不要不开心。对，我肯定都会说，即使我已经找不到好的地方，我也都会说，其实都挺好的，就是哪里不太好而已对，所以这个我们总体上是 OK 的，没问题的，就是其实对，就是这个地方基本上或者说基本上我非常喜欢中国人，但是就是所以这个对话的技巧，各位同学你还是要掌握一下，就是没有一个人喜欢都听负面的评论所以你还是要有这样的说话对话技巧。我觉得这个中国是个很好的国家，只不过怎么样？对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中国菜很好吃，但是就是哪几种菜我不喜欢吃，所以我们很喜欢先讲一个好的，然后但是那我们听起来就不会说怎么都是负面的评论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会喜欢批评一些中国的不好的什么的，但是如果跟一个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外国人只说中国好的方面，就对，也不只是吧，我觉得在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对，每个国家都一样，都不希望只有听到不好的事，你可以讲特别是从外国人那边都想听到好的，同意。对，这个变叔说的这个理论这个重点很重要，就是说中国人不喜欢一个外国人来评论中国一些敏感的话题，像政治啦或者是其他之类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同学，我跟我的朋友可能就会评论，就说哎，你看这个真的中国人之间会，但是我们不希望外国人来这个讨论太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觉得你们懂什么，对不对会有这个感觉就可能还是觉得需要那个就是维护一下那种感觉。对，就是我们都爱国嘛那个我们也不是了，我觉得跟那个家里也是对吧？我们都在家里，就是丈夫太太吵架的话，家事是外人没有办法这个摄入的。家里吵得不得了，但是到外面跟别的夫妻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要表现得比较恩爱，就觉得我们都挺好的，没有问题。对，好，那变叔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刚刚说的几个重点就是说，第一个，跟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尽量，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礼貌了就是你不要都说负面不好的部分。所以在中文里面说话的技巧，你可以先说好的，但是我觉得中国菜很好吃，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臭豆腐。这句话跟我很讨厌吃臭豆腐，哇，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同学要掌握中文的说话技巧。我很喜欢中国人，但是中国人真的有一点小气。那如果你说中国人好小气哇，那个对我们感觉就很不一样。中国的风景很美，但是很多人吐痰，很多人吐痰乱丢垃圾但是中国人只会丢垃圾了，只会吐痰了听了就有一点不舒服。对，所以这个是中文的说话技巧，你可以先讲一个好的，然后再说但是这个是说话技巧。第二个，我觉得敏感的话题在一个对话中不应该出现太多比如说你评论中国的政治评论一些这个敏感的话题我觉得这个都尽量避免，因为有一些政治话题或敏感的话题会引起争吵。我觉得看你跟这个人的熟悉程度，如果真的很熟的话，你们可以聊一些这些，但是你要随便在路上碰到一个人，就跟他聊政治是比较奇怪的。你比如说遇到第一次见面的中国人，你就跟他讲政治怎么样？
领土怎么样啊，台湾问题怎么样啊，这个肯定会吵起来。或者是很多外国人经常遇到，就是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会跟你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司机会愿意聊这个，你一定可能你不喜欢的，你也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个就是说政治啦，敏感的啦，这个比如说台湾问题啦还有什么中美问题啦，我觉得这个在第一次对话或跟对方不熟悉的状况都尽量避谈少谈这些事情这个都是对话，你要持续一个舒服正常而且开心的对话都要尽量避免的事情对，看好多同学在打字就对，来淑珍欢迎 Cambodia 对吧？柬埔寨的朋友。对，秀珍说多说褒义词，就是多说好话了多说好话哥哥好。对，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个交流的技巧这个对谈的技巧，就是说话的时候不要只讲负面的然后我们尽量从共同的话题来进行这个对话。然后我觉得对，我最喜欢的语言就是中文中文。贝宁他是那个朋友是翻译，他说对，他是个翻译员。好，没问题。就是说对，就是对每个国家都会有大方的人对不对？也有小气的人，每个国家都有好人跟坏人所以我们这个尽量讲这个好的然后尽量让这个对话比较温暖比较善意对不对对。好，那Ben叔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可能多年不见的朋友再来是初次见面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例子就是好朋友之间比如说像我们两个常常见面了对不对？常常聊天了常常在微信聊天碰面我们算是好朋友所以好朋友见面的话应该会怎么打招呼比如说我们在西安碰面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是好朋友了对不对？那有一天真的在西安碰面了那我们会怎么打招呼我们想象一下好不好？哎呀终于见到真人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机场碰面肯定那我肯定要抱一下你那肯定对我终于看到Ben叔了耶然后我们就大概这个轻轻的拥抱一下这样这个就算我跟Ben叔很熟悉了我们也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死死的对抱到没办法呼吸吧我说哎呀来了茶叔来抱一下对我们会先讲一下不会见面什么都没讲就抱在一起你说来抱一下哎呀真难得的机会好所以这个我们中文就算是好朋友可能也是轻拥啦对不对轻轻拥抱一下对不对轻轻抱一下然后就说哎呀我们终于见面了对可能寒暄一下就是说怎么样那个坐飞机累不累啊对对那我们来西安就是来看蔡老师嘛来看灿叔的然后我可能会说真的其实有点紧张虽然我们常常在微信上聊天但是其实初次见面还是会有点紧张你会说这个吗？会吗？不会好像有点太见外这个我可能会说好朋友之间如果说的太客气的话太客套的话你说完这个我就该紧张了本来对就有点见外好像你在跟陌生人说话的感觉这个我们中文叫见外如果一个人太见外你就觉得你说话太客气了吧对这个感觉但我可能会说一个路上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话就是对就是不是特别的泛的东西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我说的东西有意思的挺好玩的就是让整个见面的感觉会因为不一定是那么有意思比如说哎呀我坐飞机前面有个熊孩子一直哭然后比如说我刚在飞机上看那个空姐她写情书给我他刚刚递了一个纸条给我你要不要读读看？这是白日梦吧？这是我在飞机上做了个梦吧？在飞机上太久了，睡着。纸在哪儿？没有，不见了，可能掉在地上了没关系，就是真的有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刚刚在飞机上的时候，那个灿叔有传信息给我，说他去割包皮了之类的，之类的，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内容。对就可以不用那么有趣，但是就是对，就是让整个话题不会无聊，因为我们可能到灿叔家
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不要让整个气氛很尴尬，就是好朋友见面都要避免尴尬。对，所以你看中国人不能只说一个东西让人没有继续发问的欲望，比如你说，我们再走5分钟就到了，再走3分钟就到了，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展开。而且当你提出你的经历的时候，对方也会根据你这个经历提出自己的小故事，或者根据你的经历做一些回复。对，那你们整个旅程就不会这么无聊好像最好不要问一些妈的和爸的问题，比如说你看这儿挺好看的吧？那个很尴尬，好像就是你是硬想，你硬要想出话题来那个感觉。那对方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我们是不熟吗？为什么好像你是很勉强？而且这个问题很快就答完了，你就说对，漂亮，真的漂亮。天气还不错，然后又开始尴尬了。对所以尽量你们聊天的内容是可以比较有一些延续性的内容。对，好，那同学们很踊跃耶说欧洲人一见面就亲吻一下，亲吻跟拥抱一下。对，但是是比较假的那种亲吻。就是这个看西班牙就是这样贴着，贴脸颊而已吧，没有真的，不会真的亲嘛，对不对？亲到上面，对。这个男生也会这样吗？男生在西班牙，西班牙的男生还行吧，就好朋友会男女生，好朋友男生之间不会吧？脸颊靠着这样一下，好像没有，好像不会。对电视上都这样演，电视上都这样演就男生之间也碰脸颊，然后这样好像亲一下。可能那个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的不晓得我们线上有没有穆斯林的朋友？好像穆斯林的朋友男生之间也是会有比较亲密的打招呼方式，就是拥抱，然后脸颊贴，然后假装这样一下，这样好像穆斯林的男生之间会这样子那在中国千万不要这样做，很奇怪在中国其实很奇怪，对不对？变数，如果男生没有人做这个了，没有人这样做，抱已经是不太就没有身体接触了。我觉得可能就我的真的好朋友，我真的就是好久没见的朋友，我可能会拍他而已啦，拍他的后背，拍一下，但也是拍一下，也不会这样，也不会拥抱，我可能搂一下这个是搂一下而已。搂一下，拍肩膀，拍照的时候搂一下或者是搂的时候我拍他的肩膀，就是表示对，然后拥抱不会有，贴脸颊也没有那这种假吻也不会有，不会。那女生之间呢？变叔，如果是中国的女性之间，她们会有怎么样的肢体动作？女性也不会有太多肢体的吧。女性的话，可能很久没有见的好朋友会抱一下，就可能抓着2只手这样，可能就特别好的朋友特别热情，就是一边聊一边，不是这样，就是聊的时候就是抓着手这样，也不是说要牵着手对，女生会牵着手，然后这样很好这样子那是闺蜜那种，闺蜜会牵着手然后或者是这样这种感觉。但是总体来说，肢体语言还是比较肢体上接触是少，比起其他的国家，中国人的肢体语言相对很少，几乎是不太喜欢身体的接触。对对，这个所以跟同学 Jordan 也来了，对特别注意Hello Jordan， 你好，莎拉明康同学，人家是莎娜，查出饿了吗？不是，我才刚吃饱，刚刚有吃沙拉，刚刚有吃沙拉，越南也是，我想文化比较相近是贴脸对，贴脸亲吻是情人好美国人看到马上会拥抱对方，也还好，我觉得美国也是吗？有时候我觉得美国好像是很久没有见的人或陌生人才会拥抱，反而好朋友之间我很少看到美国人会拥抱比较少这位朋友也是穆斯林其实我也蛮喜欢穆斯林的朋友这样子拥抱，我个人啦我个人是很喜欢肢体接触的就是同性之间的我觉得 OK，女性的话我会有点不自在，比如说
跟女性的同学见面，他们都这样抱着，我自己有点不自在。那同性之间我都不在意，无所谓，都是男生嘛，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对，但贴脸我就觉得我不太能接受了啦。贴脸，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文化，所以导致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不自在啊。对，会不自在，但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是可以。如果我知道你是来自外国的朋友，我可以接受，你要抱我，我可以让你抱，我觉得没有关系。对对，就是谈恋爱才会拥抱嘛，这个对，这很正常啊。佳妮来了，佳妮你好对，这个秀珍说的没有错秀珍也是我的学生嘛，她说疫情之后现在比较少，肢体接触更少，现在都这样对不对？对，碰一下那个，现在也不用了，现在都没人管这个。现在没有疫情，没有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大家会碰个手，对就这样，嘿，这样碰一下这位印尼的朋友是穆斯林不过印尼，我觉得印尼的朋友，你们见面会这样子贴脸吗？我好像也比较少看到印尼的朋友这样做可能这个阿拉伯国家会阿拉伯的国家会Hello， 可心你好。所以贝叔这样说起来，就算是好朋友之间，其实也不会有肢体的接触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会尽量通过一些说故事，或者说旅行上的经历，或者是你个人的经历的方式来避免尴尬，对不对？就像好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子或者我们会说，我会问你说，你来的过程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你几点出门的到这里几点啦会问这些比较琐碎的事情，但是都是为了避免彼此之间无话可聊的尴尬，对，很尴尬的时刻非常尴尬的时刻。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比较不知道聊什么，比如说你几点出来的对对，你像我等了很久吗？我礼拜五都是这个直播课，都是跟学生的聊天课嘛。对，我真的有时候不晓得要聊什么，我就会说，那学生其实是在课堂上他会留下评论，但是我们也没有见过面，所以第一次在直播上见面的时候，我也会想不到话题，所以各位同学会发现我都是问一样的问题，学中文多久了？你是学生还是在工作了？然后你是从小就学中文吗？还是上了大学才学中文？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的那个中文水平是怎么样的，你通过这几个问题也能大概猜得出他中文的水平。再来就是你来自哪个国家？然后如果这个学生是在中国，你在中国哪个城市？习惯吗？喜欢吗？大概都是围绕的这些共同的话题去聊，不然的话，其实学生上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就都没有讲话，就很奇怪。对所以这个很好，就是大家自己也准备一些问题，就是对，不要让对方总问你问题，你要准备一些问题，比如你来自中国哪里你们那个省有什么有名的东西吗？你们那儿的特产是什么可能会像有的学生上我的直播课，他就会准备问题。他准备10几个问题问我，我觉得很好比如说老师你今天快乐吗？老师你可不可以笑一个？然后我就要跟着他的问题做老师你觉得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哇，你的学生的问题很深入的问题，但是很好，我觉得我希望各位同学下一次礼拜五来上我的口语练习课的时候，你自己准备问题，然后练习一下。私人的也可以是吗？私人的没有问题，你要问什么都好，我是没有禁忌的，你要问什么都可以所以这个我觉得训练自己问问题的方法是提高你中文水平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你们也要自己多多练习因为我们中文不只是输入嘛还要输出，所以其实自己想问题也是输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也可以有效的提高你的中文水平好，对，因为如果我问别的问题，可能你们也不晓得怎么回答，对不对好的可心说老师对我来说，就是可心的意思是我看起来都是准备好要聊天的样子对
这位朋友是他说他们可能见面开始对话是用握手有的国家是握手的方式，不过对中国人来说，握手一般是客户也商务上。握手也很少了，我就说来了，朋友之间，早啊。对，其实跟客户握手是很正式的场合了，基本上也很少。握手我真的只有在生意场合，可能会稍微点头一下，哎，来了，就是头，你可能用仰头点头的方式来跟那个对方来表示。客户之间，如果你跟他有商务往来，然后又第一次见面，可能避免尴尬，还是握手握一下，拿着这个公事包跟他握手握一下，那个感觉会，好，这个是会的。好，再来然后越南的话是握手很好，对，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设定了一些场景所以也告诉各位怎么跟中国人开始对话会比较好。那各位同学希望这些技巧是实用的，那也希望你在实际的生活中试试看这些方法是不是有效。那如果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在下面留言直播课之后在下面留言，然后呢，你也可以分享，告诉大家在你的国家是怎么样打招呼，怎么样开始一个对话。那可能你觉得中国人开始对话的方式跟肢体语言怎么那么不热情？不过每个国家本来就有不同的文化跟互动的方式，所以大家就这个我们中文叫什么？入乡随俗我们叫中文我们在台湾叫入境随俗啦，你们叫入乡随俗，对不对？对，OK， 就是好入乡随俗所以这个就是你到什么国家就跟着他的文化传统的方式去做这样才是有礼貌的方式好，客户之间会点头打招呼，生意的话做生意要握手对，做生意可能我往前再鞠点躬，哎，你好，而且你很客气，可能会身体稍微弓着腰这样，哎，你好，幸会，对，幸会，正式一点我们会说幸会，那好朋友你就不用说幸会，这个是商务用语，幸会是商务的用语，生意之间的对，入乡随俗你们中文都好棒好，没问题。好，月莹说每个星期五跟老师说话很开心，可以练习自己的口语，谢谢老师。好，秀珍说我最近没有上老师的直播课，我睡得早，没有关系这些同学都会看我的重播。好，没问题。好，变叔，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哇，今天学生很多有200多个赞。对啊，你们都来自哪里？我们今天有贝宁的、柬埔寨的、印尼的，在越南，还有哪里？你们在哪里？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想看看。对各位同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来自什么国家？我发现今天也很多同学，我发现只要有在脸书上直播，都好多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聊天对，那很欢迎你们。柬埔寨的同学，对。然后呢，我想知道这个时间，其实不知道大家哪个泰国对不对然后印度，嘉宁说会 Namaste 在尼泊尔跟印度都会说 Namaste， 然后我觉得可能在印度会这样合十，对不对合十这样，可能也没有肢体接触。看杨梅这在俄罗斯，他是俄罗斯人，现在在意大利，俄罗斯很多人在潜水对让我们知道，这样我们以后安排时间也比较方便。这个泰国的这个同学我常常看到他柬埔寨越南好，那欢迎各位同学在那个亚洲，东南亚比较多好，那欢迎各位同学，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对话可能这个水平比较高，但是你如果听得懂的话，我们每个星期一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台湾时间的下午3点，我们都会在这里教大家一些实用的中文的情境用最自然的中文。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想学哪个情境的话题。我们就可以刚才有同学，贝宁的同学说想了解一些词，可能翻译的时候比较难对这个我们有机会再来介绍一下对月莹对自己的客人就是握手而已月莹是这个越南的朋友老师唱一首歌吧下次好，这个来自印尼的朋友欢迎好，
那今天我们就在茶叔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一期。我要唱歌吗？来一首歌剧好了。好，我们就不要吓大家了啦啊！这个好不容易有70-80个人唱一歌，变成6个人。好，那这个我们下次见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然后各位同学有任何的建议、想法，请你留言告诉我们，或者你喜欢。如果你喜欢大叔中文，请你记得到大叔中文的油管频道先去订阅大叔中文的油管频道。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很多学习的材料，欢迎各位同学加入大叔中文的会员啊。好，那我们下次见吧，跟大家说再见，拜拜。